好，我们上课啊，今天讲这个 short list 的组合部分，然后从 C1 说起。前面这几道题其实非常简单。C1 它让你找 A1、A2 到 AN、A2N， 其中2元可以找到2元和、3元和，然后一直到 N 元和是它的一半。这个你就直接构造好了嘛，对不对？这个要求太低了。你的任务就是要找一堆2元和、3元和、4元和、5元和，一直到 N 元和，它们是相等，然后再随便找几个数给它们凑成整个总和的一半就可以了。然后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结构呢，这种结构当然不是固定的，但是我们可以容易想到一个结构，我们让 A1 等于2的 m 次方， A2 等于2的 m 减1次方。好，我们让这两个家伙的和就是整个所有元素和的一半，然后我们再找一个3元的和也等于它，这个好办，我们让 A3 等于2的 m 减1次方， A4 等于2的 m 减1次方减1，这里 A3 加 A4 就等于 A2， 也就是说 A1 加 A3 加 A4 跟 A1 加 A2 是一样的。然后呢 A4 我们又把它拆一下，那么我们让 A5 等于2的 m 减2次方减1， A6 等于2的A5 等于2的 m 减2次方， A6 等于2的 m 减2次方减1，就这样规定，然后一直规定到 A2n 减2。A2n 减2，那么它就应该是等于，这是 A6。每增加2个，它就应该在上面减一个1，然后它增加了 n 减2，所以是2的 m 减 n 减2次方减1。好，这样一共给出了2n减2个数，这里2的 m 加1次方减1等于 A1 加 A2 等于 A1 加 A3 加 A4， 然后也等于 A1 加 A3， 把 A4 拆成 A5 加 A6， 然后也等于把 A6 拆成 A7 加 A8， 那么最终可以拆成 A1 加 A3 一直加到 A2n 减3，再加上 A2n 减2。那么2元和、3元和一直到 n 元和都有了，它们相等，都等于2的 m 加1次方减1。然后我们的任务只是让它是总和的一半就行了。然后 A1 加到 A2n 加2等于多少呢？ A1 加到 A2n 减2，它就是2的 m 加1次方减1，加上2的 m 次方减1，一直加到2的 m 加1减 n 加2次方减1。你从这个结构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实际上是不到它的2倍的，只要你的 m 取得充分大，这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基本上就是个每次减半的一个序列嘛，对不对？然后要认真算的话，其实还挺难算的，这个东西等于2的 m 加2次方，然后一共是 n 减1个括号，所以再减去一个2的 m 加1减 n 加2次方，然后再减去一个 n 减1。好，所以我们让 A2n 减1加 A2n 就等于这个差值部分，等于2的 m 加1减 n 减2次方加 n 减1，再减去一个2就可以。这样凑一下就行了啊，非常简单粗暴。就是这种构造不唯一啊，就是构造的办法肯定非常之多，你可以自己随意想象去凑。我给的这个可能粗暴一些，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用3的若干次幂和2倍的3的若干次幂，应该能凑一个非常精妙的，这区别不大。C1是个简单的题目，简要说一下就行。然后我们说 C2，C2，写在前面，先说第一点啊，就是这个题它这个释义还是不够清楚的，骑士是等于马，对，有很多人把这个骑士理解为车了，但是它这个是国际象棋译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骑士等于马，而且它不像中国象棋的马，它不存在什么东西能阻挡它跳到1×2的对角啊，就也不存在阻挡这个问题。这个题是稍微翻译上是有一点。IMO 原题的话，中国队的这个题是译成了距离根号5的2个点，那会说得更清楚一些。考试的时候呢，特指冬令营以后的考试，无论是什么，你参加全俄、国家集训队等等这些考试的时候，你有疑问你就问老师就好。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他们想象不到的歧义啊。我觉得命题人可能觉得世界上就只有国象这一种东西嘛。他写这个马实际上是缺少很多说明的。我觉得即使理解成马，也会有一些人认为这个皇后是起阻挡马攻击的作用，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好，然后我比较丢人，我当做车也做了一遍，但是车这个题当车做的话，题目挺无聊的。好，然后我们现在来说你这个题你正确理解之后怎么处理啊？首先能放多少个是比较显然的，我们熟知就是你学这样一个马的跳动的时候，我们自然的要去把整个棋盘黑白二染色处理，对20乘20黑白二染色，精确的说法应该叫黑白相间染色。那我们熟知一个马一定是从黑格跳到白格，或者是从白格跳到黑格。那么呢，甲只在白格中放马。那么你注意到白格有200个，然后呢，他每次放一个，然后乙最多跟着也放一个，所以甲至少可以放100个马。然后白格马相互之间肯定是不能攻击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你就简单的就是把这个马相互能攻击的这个圈关系说清楚就行了。我们取一个简单的4×4。好，然后你注意到图中的圈关系，就是马相互攻击关系，实际上可以分为简单的4个圈。这4个一的位置是它可以攻击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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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一个圈。然后2是同样的一个圈。然后3的话是它可以攻击到它，可以攻击到它，可以攻击到它，这么攻击回来。4的话就是这样可以走一圈。它们都是结构完全相同的4个圈关系。那么在每一个圈中，E分成1、2、3、4 4圈。
4个圈，在一个圈中，这样的4个一，它们是这样的一个相互攻击关系。那么甲放一个马，在这个位置，图上，则乙就可以在。那么甲只要放了这个马之后，这2个位置就自动报废了，这2个地方是不能放马的，从而这个地方是一个放马的好地方，然后乙就在这个地方放一个皇后就完了，就把这个格子干掉。乙在课间休息一会儿吧，它没电了。这玩意儿没电毫无征兆啊。
这有可能摔坏了吧？哎，我应该带2个笔出门，太可恶了。先这么用着吧。好，我们继续说。哎，这个这电脑问题已经够多了，还有自动重启的毛病。只要拔了又非常不好插。好，这些系统我们继续修啊，就是接着刚才的说，在这样的一个圈里面，甲只要放了这个位置，那么乙立刻可以放对顶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也是一个比较优的选择。这2个位置都不能放了，则这个位置就立刻就变成一个放的好位置，乙就把这个位置干掉。那么这4个位置就跟着都被干掉了，所以甲每放一个子就有4个子，4个位置被消灭掉。乙在对应位置也放一个后，则此4个位置均不可以再放满。好，从而也就是说每4个位置只能放1个码，然后在一个4×4里，然后原图的那个20×20可以拆成若干个4×4，所以总体来说，于是甲只能放20×20等于100个码。所以乙只要使用这种策略，那么甲也只能放100个码。好，这是 C2， 这个题也不是很难，这是个传统的图的问题，对吧？然后我们说 C3， C3 说呢，这一堆青蛙落到一起，然后要跑到终点去，它们初始都在1这个位置，然后终点在 n+1 这个位置。好，然后他们集体要过去，然后说他们跳的规则是有 k 只青蛙在一起，他们就最多可以跳 k 步。然后呢，要证明他们要用至少1/n 一直加到 n/n 上去的。好，这个题千万别去想什么归纳法这种鬼东西啊。这个式子的意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对不对？1/n 到 n/n 上去整，这说的意思就是有一只青蛙每次最多只能跳1格，有一只青蛙每次最多跳2格，有一只青蛙每次跳3格，有一只青蛙每次跳 n 格。只要加上这样的约束之后，那么这些青蛙跳到终点就至少需要这么多步，对吧？这个表达意义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意义对应着有一只青蛙每次只能跳1步，然后有一只青蛙跳小于等于2，有一只青蛙跳小于等于 n， 然后你只要把这个事儿给它阐述清楚就行了。
好，我们随便瞎编个规则啊。注意到这些青蛙都长得一模一样。注意到青蛙是相同的，那么可以规定它们也有阶级的，青蛙大长老。可以规定青蛙编号为1到 n。好，一堆青蛙在一起时，大青蛙才能跳。这个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因为一堆青蛙有一直往前跳的时候，你实际上规定这一只青蛙是哪一只都是可以的。我们规定永远是大青蛙往外跳。于是 K 号青蛙每次至多跳 K 步。这个道理是，如果 K 轮到 K 号青蛙跳了，则这一堆青蛙里面只有编号小于等于它的家伙，也就只有1到 K 减1，所以这一堆最多 K 只青蛙，所以 K 号青蛙每次最多跳 K 步，对吧？就做完了。简单题啊。然后这是运动类的，你可以随意规定。这个题我想起来以前的一道应该是，我已经忘了是哪个考试的一道题了。以前一道题比这个要难得多，也很有意思，可以稍微说一下。补充啊，这类问题，经常可以自己规定，就是运动的是哪只。这会对你有很大帮助的。以前呢，比如说以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是说有一堆蚂蚁在10乘10上，10乘10上走，方向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啊，只有这4种方向。然后两个东西相遇的蚁改为南北走，然后呢两个南北相遇的改为东西走啊，然后让你正的东西就是这些蚂蚁最终会全掉下去，这是第一问。第二问是让你计算那个蚂蚁们最多可以坚持到什么时候全部都掉下去啊，就是它能在棋盘上赖的最长时间。这个问题就是有一种做法，就是你跑去任意规定这个，因为你注意到任何2只相遇的蚂蚁，它们相遇了之后南北走，到底是哪只往南走，哪只往北走，实际上是完全由你来随意规定的。然后你可以再规定在这个图中所有的蚂蚁在南北相遇的时候只能顺时针转，就是从右边过来这只蚂蚁要往上走，从左边过来这只蚂蚁要往下走，你可以这样规定，它们都顺时针转。然后南北相遇的时候，你可以规定它们必须逆时针转。对，然后你稍微看一下，就是如果一个蚂蚁只能顺时针转和逆时针转，就是在这种方向上只能逆时针转，这种方向上只能顺时针转，那么它一定是要掉下去的。就是简单做一下规定就可以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证明它们一定可以要掉下去。一个方法就是规定蚁只有4种走法，一种叫做从左边过来正向相遇，然后按我们刚才说的是顺时针，就拐到这儿来，只能这么走，或者是这么走。第二种是
往下走，然后它只能逆时针回去，就往这个方向，然后以及往上走，往这个方向。好，就是你规定蚂蚁只能是按这4种走法前进。向右走的只能拐成向下，向下的只能拐成向右，然后向上的只能拐成向左，向左的只能拐成向上。所以你立刻可以看出来，每一只蚂蚁自出生之后，它只有2种选择，一种是一直不停的往右和下走，一种是一直不停的往左和上走。看出来了没有？所以你只要规定这个方向之后，你立刻就可以看出来，所有的蚂蚁都肯定是掉下去的，因为它一直只能往2个方向走，它最终是一定会掉下去的。这个我忘了是哪个时候的题了，反正这种做法是常见的，就是蚂蚁们没有区分嘛，我们随便追加一些规定会有利于我们做题。然后另一个简单的版本，你们小学见过嘛，对吧？就是纸条上有无数的蚂蚁在相向而行，相遇之后就反向而行，然后你可以任意的规定它们是怎么动的。好，这是这个小问题，这个小问题也比较简单。然后就是 C4 在我看来实际上要比 C5 难做，就是这个反斯帕斯卡这个题还是有点难做的。哎，原题是问能不能还是让你证不能？我翻一眼。哦，能否找到？压根儿都没看。好，简单的分析一下就行了。其实这个图就是他给你举的这个例子就已经有非常强的暗示意义了。你可以往下看，就是比它更高阶的这种反帕斯卡三角形是非常非常难找的，就很困难。这个图中实际上你注意到 A 它是由 B 和 C 决定的，那么这里 B 有 A 加 B 等于 C， 或者是 A 加 C 等于 B， 对吧？你这里面填的都是正整数，然后 A 是这2个正整数的差的绝对值，所以实际上 A 就一定是 A 加 B 等于 C， 或者是 A 加 C 等于 B， 就是一定是它加上较小的那个变成较大的那个。然后如果你把这个序列值直接划出来，按这个规则划出来，你就立刻可以看出来，你初始顶上是4，然后这个6呢，6是4加2的结果，加了你旁边这个2，然后7呢，7是你6加旁边这个1的结果，然后呢10呢，10是你在7的基础上再加旁边这个3的结果，是4加3加2加1。立刻就可以看出来一些东西了，也就是说，你从顶上这儿，然后每一行去找它对应的变大的那一项，它永远是加上左边的这个数变成右边的数，或者加上右边这个数变成左边的这个数，然后这儿再加一个，那么你到第4行就是4个数的和，4个不同数的和，因为你加的数肯定是不一样的。那然后你这个格子里面最多只能写10，所以你10一定在最后一行，而且你这儿一定是1、2、3、4这么出现的。就是一定是一个序列这么加过来的。那你回到原题就立刻可以看出问题来了。回到原题，如果存在，那么它是一个2018行的这样的一个反帕斯卡，这大小完全对不上，跟离谱了都。我们假设是这样吧，然后我们设 A1 小于 A2 小于 A3 小于 A4， 然后一直小于到 A2018。你就是这样，每次这一个数它的左下方和右下方这2个数肯定有一个是比它大的，
它是加上较小的那个等于较大的那个。假设这个逐级增大的序列是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呢 ，A1 加 B1 等于 A2，A2 加 B2 等于 A3。那么我用蓝笔来画的话呢，对应的 B1 在这儿，然后这儿加它变成这儿，所以这是 B2， 然后一直到这儿 A2017。于是 A1 加 B1 加 B2 一直加到 B2017， 就等于 A2018。然后它们是不同的2018个数。然后你这个序列里面能填的最大的数不过就是1加2加到2018，所以这些家伙就是1到2018。故 A1 到 B2017 为1到2018。好，然后你这个大小就肯定对不上了呀。我们把 A2018 所在的这个帕斯卡这一块这个数拿掉，这个数拿掉，然后这样形成了2个小帕斯卡 A 和 B。A 和 B 这2个区域中的所有数都大于等于2019。因为1到2018已经都在这儿全都用掉了。然后这2个小帕斯卡三角形，小的反帕斯卡三角形里面，它至少有一个是比较高的。你原来那个有2018行高，这儿拿掉了3行，所以至少有一个有1008行这么高。AB 中至少有一个有1008行高，有大于等于1008行高。好，然后你至少有1008行高，然后你里面能写的数至少得是2019。于是这个三角形最后一行的数 必有一数大于等于2019加2020，然后一直加到1008，也就是3026。好，不算这个数了，反正它大于等于1加2加到2018，不算。这个肉眼一眼就能看出来，后面那个家伙是2019的1009倍嘛，前面这儿一共有1008个数，简单的估计一下就行了。矛盾，这是大于，不是大于等于。矛盾，对了。然后从这个立刻可以看出来，比较高的反帕斯卡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这种规则定义的反帕斯卡是不存在的。好，简单题讲完了，我们讲麻烦的，来讲 C5。C4需要观察力，C5 就不，C5整个
想法都很自然，就是工程量比较大，你要干很多事儿。他是给的这个问题还是很实际的。2K 个人安排比赛，提的都是一些很合逻辑的要求，所以俄罗斯的人的组合提出的是真好，特别自然，又很有难度。好，这个至少要花多少钱？这个估计实际上是非常容易做的啊。我们设在地 A1 小于 A2 小于 A3， 然后一直小于到 A2K 天来人，然后在 B2K 小于 B2K 减1，一直小于到 B1 天走人啊， D 这么多天，然后呢，一共要打 C2K 2天。这里说句题外话，这个题实际上是有一点地方没澄清楚的，我觉得是要补一句话的呀，就是说他允不允许一个人来打了当天打完当天走人，我不在这儿住宿，这是不是可以的？他没有阐述清楚这一点。实际上你只要约定成比赛永远在中午，然后来人和走人永远在早上就行了，你只要加一个这个描述，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这个先不管，我们先说这个细节啊。那么你要求的这个东西呢，用上面这个式子来表述呢，所求即西格玛 bi 减 ai 加1，西格玛 bi 减西格玛 ai 加 2k， 这么写会好一点。好，然后呢，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2个嘛，第一，我们要让西格玛 bi 尽可能小，第二，我们要让西格玛 ai 尽可能大，然后从而使得你付的总钱数尽可能少。然后呢，我们先来看我们让 ai 尽可能大。我们要让 ai 尽可能大，也就是说我们要让 DAI 天之前发生的事儿尽可能多。注意，在 DAI 天之前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时候只有 i 减1个人到场了，对不对？那么 DI 个人要想尽可能的晚到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 i 减1个人两各打一场，两各打一场完了之后，这 i 减1个人已经没有任何事儿可做了，必须来一个新的人。所以他这前面这个是确定的，他前面最多只有 ci 减1 2天，此区至多 ci 减1 2天，对吧？因为只有 i 减1个人。好，然后这边呢，这边一样的呀。你对于 bi 来说呢，总天数是确定的，要让 bi 尽可能小，就是要让 bi 天之后发生的事儿尽可能的少。当 dbi 天的时候，就是走的已经只剩下 i 减1个人了，这剩下的 i 减1个人留下来的人能做的最多的事儿，也就是这 i 减1个人两各打一场。所以这一天结束之后，最多还只有 ci 减1 2天，这是倒过来的。此时只留下了 i 减1个人，只留下 i 减1个人，所以此区至多 ci 减1 2天。这是第一个小估计啊，就很容易的可以给出 ai 一个下界和 bi 一个上界，不对 ai 一个上界和 bi 一个下界。好，然后下面你要注意，这个估计是不对的，这个上述估计是不精确的，它做不到。这次我们拿一个小一点的例子来写吧，没必要给具体的数哈，我们随便给一个 ak 加4 bk 加4。
啊，比如说我们来分析 AK 加4和 BK 加4这两个值。我们希望 AK 加4尽可能大，那么也就是我们需要前面到的这 K 加3个人两各打一场，在这一段时间内。然后我们希望 BK 加4尽可能小，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时候场上留下的 K 加3个人两各打一场。但是你注意到，一共整个比赛只有2K 个人，所以这 K 加3个人和这 K 加3个人中至少有6个人是重复的。这6个人如果在这儿打过他们相互之间的15场，则在这儿就不会去打这对应的15场，对吧？这是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不重复的，所以你要把这个对应的东西减掉，就是这里面至少会有6个人重复，然后这6个人打的15场被计算在这儿了，就在这儿就不会出现。若按1，此区应该是这 K 加3个人两对战，则两边重复的至少6个人相互打了2场，应当消去。好，这个改进也很简单，你就把重复的人数最少的那个值取出来，然后把它对应的减掉就可以了。好，于是的话呢，我们精细的来写一下。精细的来写一下的话呢，总结大概是这样的。你这样的一个 A1 到 A2K，B1 到 B2K 还是这样定好。那么你这是第 AI 天，这是第 BI 天，然后总共是 C2K2 天。1，当 i 小于等于 K 加1时，我们有 BI 减 AI 加1，至少得是 C2K2 减去2倍的 CI 减12。这个道理跟刚才是一样的。就是你这前后都各至多 CI 减12天。2，当 i 大于 K 加1时，第 AI 天之前和第 BI 天之后，那么这是 i 减1个人，这是 i 减1个人，前后的这2组 i 减1个人，前后2组人中至少有2倍的 i 减1减 K 个人是重复的，对吧？他们至少有2倍的 i 减1减 K 个人是重复的，所以这些人两相互打的场数就按上面的算法就被重复计算了，我们就应该把它对应的加上去。那么 BI 减 AI 加1就大于等于 C2K2 减去2倍的 CI 加1 i 减12，然后加上 C 2倍的 i 减1减 K2。好，然后呢，总的就是把它求一个和。于是负前数大于等于西格玛 BI 减 AI 加1，不对，等于这个，再大于等于我们估的那玩意儿，然后大于等于西格玛 C2K 2减去2倍的 CI 减12 ，i 等于1到 K 减1，K 加1，加上西格玛 i 等于 K 加2到 2K C2K2 减去2倍的 CI 减12，加上 C 2倍的 i 减1减 K 狗一样的式子。
不算很难算，因为每一个都是关于 I 的一个多项式求和，就是算起来比较崩溃。一通计算应该是这玩意儿，1/2倍的 k 乘4k 方加 k 减1。这个值不重要，就用来回答一下就行了，没有任何特殊性。好，然后我们再往下干活。现在我们就要构造一个负前数确实等于这玩意儿的家伙，构造。构造前又是一大通分析啊，就是我们为了实现2里面的这个构造，应该得是什么样子？分析。它是 A1 A2， 然后一直到 AK 加1 A2K， 你应该画在这儿，因为这一段上要重点分析。然后 B2K B2K 减1，然后一直到 B1。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刚才那个取等号的条件。BK 加1。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刚才我们限制 BK 加1减 AK 加1加1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限制条件，是这 K 个人在这一天之前两两都打过，这对应的 K 个人也是在这一天前两两都打过。然后呢，他们中间是不能有重复的，最多可以重复一个人，但不能有重复的2个人。如果这 K 个人和这 K 个人中有2个人相同，则这2个人在这儿打了一场，就不能在这儿打一场，是这样的吧？所以最早来的 K 个人和最后走的 K 个人，这2K 个人中最多只能有一个重复，由之前的2 A1 到 AK B1 到 BK 对应的人至多一个重复。好，我们是写构造，你一看 2K 个人至多一个重复，直接就认为他们就是这 2K 个人，不好吗？干脆让他没重复好了。我们让 A1 到 AK 就是人 A1 到小 AK， 对应人 A1 到 AK 吧。然后呢 BK 到 B1 对应人小 BK 到小 B1 没问题。好，这样就把人确定了。然后中间那个顺序呢，那么 AK 加1到 A2K 减1就肯定是 B1 到 BK 这些人，然后呢后面这儿走的就肯定是 A1 到 AK 这些人，这个顺序我们随便瞎定一下。我们约定是这样的，我们约定到场离场顺序为 A1 到 AK B1 到 BK， 然后 AK 到 A1 离场，然后是 BK 到 B1 离场。之所以前面顺后面到，是为了跟前面那个顺序一致，实际上好像不是必须的，论证化。好，然后我们再往下想这个顺序啊。我们规定好了这个到场离场顺序，然后那么 A1 到 AK 内部打的比赛和 BK 到 B1 内部打的比赛已经是完全确定了。根据我们刚才的那个证明，刚才2的证明，那么 AK 这个人到之前 A1 到 AK 减1全都两两打过， AK 减1这个人到之前则 A1 到 AK 减2两两打过，然后这个阶段也是一样的，所以这2个阶段实际上是非常确定的，这我们标记为1、2、3、4。所以呢1阶段是确定的，就是 A1 到 AK 逐个到，然后 AI 到后与 AI 减1到 A1 一个一个打过去。然后呢第4阶段也是确定的，第4阶段是 BK 到 B1 逐个走，
然后呢 bi 走前与 bi 减1到 b1 逐个打。所以我们只用分析2、3阶段发生了什么事，也只用分析了 A 若干和 B 若干之间是按什么顺序打的。我们来分析这个，这一段应该用红笔，对，因为这是正式的结论，就是第1阶段和第4阶段干了啥是确定的。我们来分析2、3阶段。2、3阶段呢，我们随便拖一个 BK 和 AK 出来分析，然后这是 AK 减1 BK 减1，好，然后这往前是 A1 到 AK B1 到 BK 减2，这是 AK 减2到 AK 减A1 BK 到 B1。好，我们先分析这个时间段啊。我们看啊，这个时间段以前和这个时间段以后发生的事儿。为了满足我们2中的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在把这段时间刨掉，它的前面和后面应该是发生了这 2K 减1个人两之间和这 2K 减1个人两之间的所有比赛，都是在这一段时间段和这一段时间内打的。根据我们的证明，那么你可以看到，不涉及到 AK、BK 的比赛，肯定在这儿都打过了。然后涉及到 AK 的比赛 ，AK 在这里已经和 B1 到 BK 减1全都打过了，在这里 BK 已经和 A1 到 AK 减1都打过了，所以这个时间段的比赛只有一场，叫做 BK 打 AK， 所以这个阶段只有一个，叫做 BK 与 AK 打，这是可以确定的。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同样的分析，把这2条线画出来，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之外，就是这一段全都划掉，左右两边，这 2K 减2个人两都打过，这 2K 减2个人两都打过，所以余下的比赛只有4场，叫做 BK 减1与 AK 减1捉对厮杀，一共4场。所以这个区域一共是 BK 减1与这个区域是 AK 减1与 BK 减1 BK 的。好，然后稍微注意一下顺序 ，AK 是这一天走的，所以 AK 和 BK 减1打的必然是安排在这儿。对，所以这一天这件事是确定的，就是 BK 减1在这段时间与 AK 打。然后剩下的比赛其实就看你怎么安排了，就是说 BK 减1与BK 减1与 AK 减1 AK 减1与 BK 什么时候打的，这个完全取决于你的安排。这里你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对称性啊，就是我是按对称性写的，但是这里不按对称性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你可以约定 BK 减1在这儿也与 AK 减1打，然后呢把那个 AK 减1与 BK 打放在这儿，这样会好写很多。就这样约定。那么同样的 BK 减2AK 减2这样你都可以顺序的往下写。那么这个规律就是确定的，就是 BK 减1来了之后，它就跟 AK 减1和 AK 打 ，BK 来了之后，它就跟 AK 打。那么 BK 减2呢，它来了之后就跟 AK 减2到 AK 打。所以3和4我们现在也能阐述清楚了。2和3我们也能阐述清楚。2和3就这么规定。2 B1 到 BK 逐个到。然后 BI 到之后，与 AI 到 AN 打，对吧 ？BK 减1到了之后，它就与 AK 减1到 AK 打。然后第3部分 ，AK 到 A1 逐个走。那么走之前是一样的，这儿 AK 减1要与 BK 打，所以他们要与大编号的都打。AI 走前与 BI 加1到 BN 打过之后走，结了，没问题。
这个构造显然后面这个2、3的部分你是可以有一些调整的。好，接了，然后它的合体性实际上是显然的，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约束的那个2的限制的条件是一模一样的，就把这个照搬过去就行了。好，我们先课间休息一会儿，再讲后面的题。后面2个题是真的很麻烦，先这样吧。
好，我们继续说啊，我们讲 C6、C7 这两个题啊。好。C6 这个题呢，原题这个表述显然是非常恶心的，他没事就去塞一堆零，然后隔一会儿又去挪动这两个数，所以呢，我们改过来反过来证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改为证初始加入多少个零呢？等于 m 等于它要与 a 有关，与 b 有关，然后还要保证与2有关。2ab 的阶乘的10的20倍的 2ab 的阶乘。这么多次方。哎，这个这是个偶数，没事，个零之后，然后呢，你再也不加零了。你就一直执行一，把它们变成不同的数，不同的数，不同的数，则可以执行无穷多次一。无穷多次一。然后也就是说不执行2，对吧？因为你不能加着加着又需要加零，你就是说我初始加了足够多的零，那么它就会永远有在黑板上存在两个相同的数。好，这件事就好分析多了啊。若结论不真，如果结论不真，也就是说你初始加了充分多的零，然后我执行了很多很多次一之后，会把这些家伙变成不同的、完全不等的一堆数。然后呢，我们做一些基本约定。首先呢，我们不妨设 AB 是互质的。这个约定是显然的，如果 AB 不互质，我们把黑板上所有数都除以 AB 的最大公约数就完了，因为你能操作得到的所有数都是 AB 最大公约数的倍数，你就简单的把它除掉就行。好，然后我们再往下处理这件事啊。注意的，我们记一个数 n 在黑板上出现的次数为 Fn。注意这个是可以严谨定义的，因为你结论不真，所以你的操作次数是有限次，所以在黑板上出现的数，就是它的个数是确定的，就是哪些数在黑板上出现是确定的。应该准确的说法，这个应该叫做在黑板上操作得到 n 的次数为 Fn，应该这么规定。这样的话，它这个数老不去动它，你也说不清楚。设操作得到 n 的次数为 Fn， 然后我们强行定义 F0等于 m， 对吧？因为0不是操作得到的，我们认为第一步操作就得到了 m 个0。然后呢，于是我们显然有 Fn 等于2分之 Fn 减 a 取整，加上2分之 Fn 减 b 取整，对于任意 n 大于等于1。这个道理是显然的，因为你操作总是把你得到 n， 实际上就无非就是把2个 n 减 a 其中一个变成 n， 然后或者是把2个 n 减 b 其中一个变成 n， 对吧？这个是显然的，所以有这么一个等式。好，于是对于任意 x 属于 ab 到 2ab， 对于任何一个 ab 到 2ab 之间的数，那么存在一个适当的两个参数，存在 k1、k2 大于等于0， x 等于 k1 倍的 a 加 k2 倍的 b。 那么 x 一定可以表示成 ab 的非负整数倍之和。
对吧？这是个基本结论。于是，而我们有 F0 等于 M， 所以 F0 加 A，F0 加 A 至少是一半的 F0 取整，对吧？它是至少是一半的 F0 取整，然后我们往小了估，它至少是4/4 F0， 没问题吧？因为 F0 太大了，所以它除以2取整至少是翻4倍。然后 F0 加 A 加 B 呢，那么也就至少是2/F0 加 A 取整。2/0加 A 也大到没变，所以它至少是16/F0，没问题吧？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办法，于是 FK1A 加 K2B 至少是4的 K1 加 K2 次方分之 F0， 没问题就是你充分大了嘛，然后你每次加一个 A 加一个 B， 那么你的函数值至少也是原来的1/4倍，因为你正常应该是2/然后再取整，然后我们初始给的数大到没边这样方便估计然后就大于2。我们初始写的这个 AB 体现了 A 和 B， 所以这个式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像不是一定有这件事儿，我们扩起来再做一次吧。这样应该比较稳妥了。好，所以呢 ，AB 到 2AB 之间的数每一个都出现了至少2次。于是，对于任意 x 属于 AB 到 2AB，fx 都大于等于2。所以这一段上的数你都出现了至少2次，也就是这样很长的一段，这里面每一个数都出现了至少2次。好，那么我们不妨设 A 大于 B， 于是对于任意 y 属于 2AB 到 2AB 加 B， 那么 fy 等于2/fy 减 A 取整加上2/fy 减 B 取整。那么对于比这个范围稍微大一点点的一个数，它减 A 和它减 B 都落在这里面，它减 A 和它减 B 这样的数都至少有2个，所以它等于2个的2/取整的和也至少是2。所以你把这个范围加一个 B， 仍然还是都至少出现2次。那么你再重复这个事情，反复这个过程，则对于任意 x 大于 2AB，fx 大于等于2。但这跟你只做了有限步操作1是不符的，因为用有限步操作1不可能得到一个充分大的数，不可能得到一个任意大的数。但这与只做了有限次的1矛盾。这样，好，这个问题不算特别难。这个问题稍微注意几点第一就是 AB 的这个相干性是影响这个题的。这个题如果把 A 改成无理数，则这个做法不再成立，还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第二点是这个题要说清楚的话，最好是用反证法，就是用这个办法来说。这反证法的好处是这样它的操作就变成了有限次。有限次的话，你就可以说清楚这个 fn 的定义。因为你只执行了有限次操作，所以一个数 n 出现在被操作得到的次数是确定的，可以精确的描述。然后后面这个你得不到任意大的数也可以说清楚。然后如果你在无限的基础上，实际上它也是对的，因为你初始给了一堆0，你把它们一个一个都变大之后，最后它们迟早都会变出来大于 n。
大于 n 之后就再也不会变出一个小于 n 的数，但是那个序数就特别麻烦，所以这个题用反证法写会好写很多，倒不是你正面证不出来，正面只是写起来非常痛苦。好，这把这个题说清楚了。这个题我觉得是不够资格做 C6 的，不太够资格吧。它主要是也有跟它类似的题，美国国家队考试好几个跟它相似的题。好，最后我们说一下 C7 就比较难了。我得找出那个原题的描述啊。原题强行拿出个数来，真是无聊。他说是2018个圆，然后某圆上有2061个绿点，然后呢存在一个区域，边界上全绿。好，证明啊。我们首先改一下原题的描述啊，就是这2018弦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改成 n 个圆。我们把2018改成 n 个圆。好，然后它这个染色体系呢，我们也稍微规定一下，这个焦点交替染黄和蓝，我们规定黄点等于正一，蓝点等于负一。然后呢，两个圆相交之后呢，实际上就是你在这个圆上，比如说这两个点标的是正一和负一，然后在这个圆上这两个点标的是正一和负一，那么这两个点最终就被写上了正二和负二。每个点标数为它在两圆的标数之和。然后按照我们的规定，两个都是黄的，最终也染成黄的，那么我们就约定正二等于大黄，0绿，负二大蓝啊，跟那个黄和蓝区分开来啊，所以你就是按这个标数体系，那么最终标正二的那些点就是黄点大黄点，然后标负二的大蓝点，剩下的都是绿点。好，这给出了一些基本的结论，数字化会好写一些啊。然后写几个显而易见的引理啊，就是你要找它的一些基本性质。第一个引理，两个圆相交，形成交点 AB， 如左 AB 同为绿点或非绿点。证明这件事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注意到 AB 通过这条弧和这条弧，然后呢这样形成了一个封闭区域，其他的圆呢与这个封闭区域必然形成两个交点或0个交点，其他的圆必与这个封闭区域形成偶数个交点，其他圆必与阴影区
形成偶数个交点。然后呢，那么我们用蓝笔画一下，这一段上我们假设有 A 个点，这一段上我们假设有 B 个点，则 A 加 B 为偶数。A 加 B 肯定是个偶数，所以 AB 的奇偶性是相同的。AB 的奇偶性相同的，那么在 A 这儿呢，如果你是正一加负一，经过完全相同的奇偶性变化，它们在这儿也会变成正一加负一。于是在这边来看它是负一的 x 次方，这边来看它是负一的 y 次方。若 A 为负一的 x 次方加负一的 y 次方，则 B 就是负一的 x 次方加 x 加 A 加一次方，加上负一的 y 加 B 加一次方，负一的 x 加 B，x 是左边这个圆。对，好，那么呢 ，AB 同时为0。这个是能看出来的，所以任何两个圆与圆之间的任何两个圆的两个交点，它们是同时为绿点或同时为非绿点的，所以立刻可以看出来，任何一个圆上的绿点总数一定是个偶数，对吧？因为其他圆与它与其他圆形成了一堆一堆的两个交点，这两个交点总是同为绿点或同步为绿点，所以这个原题的2061实际上应该改成2062。他就在这些小细节上坑你，太坏了。这是第一个引理，然后我们上引理2。为了说明引理2，我们画一个复杂一点的图吧。这个我们记为圆1，这个我们记为圆2，这个我们记为圆3，这个我们记为圆4。然后我们考察这个封闭区域 ABCD。好，任何区域其边界上点标数之和为0。好，这个实际上你只要发现了证起来是很容易的啊。首先你注意看这，比如说这边这个封闭区域 ABCD， 封闭区域 ABCD 是怎么形成的？它是由圆3的圆弧 AB、圆1的圆弧 BC、圆4的圆弧 CD 和圆2的圆弧 DA 这样绕一圈形成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封闭区域它必然是由连续若干个不同的圆的圆弧围成的，这是很容易想到的，因为你肯定是走一段圆弧，然后你到这个节点换了，那么就必然是另一个圆的圆弧，就这样一直封闭的形成的。然后那么你要计算 ABCD 的和是什么样的呢？如左 ABCD 的数之和， A 上面标的那个数是怎么来的？ A 上面标的那个数是它在圆2和圆3上的标数之和，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 A 在圆3上的标数和加上 B 在圆3上的标数和加上 B 在圆1上的标数加上 C 在圆1上的标数再加上 C 在4上的标数，然后加上 D 在4上的标数加上 D 在2上面的标数加上 A 在2上面的标数。注意看，对吧？ ABCD 4个数实际上就是画横线的这4个部分，而实际上你 BC 作为两个相邻的点，它们在1上面的标数
必然是一个正一一个负一相互抵消，对吧？然后 C 和 D 在4上的标数一样的，它们这些都是在同一个圆上的相邻点的相邻的两个标数，它们的和一定是0，所以这个总和显然是0。你计算的实际上是一大堆它们在同一个圆上的相邻两点标数。好，然后我们说第3个引理，引理3。这么画吧，这样画出来好像要猛一些。好，如左的这种结构 ，ABC 中有1或3个绿点，就是3个圆两两相交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它会有1到3个绿点，1个或3个绿点。这个证明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注意，其他圆与 ABC 区域有偶数个交点，所以呢 ，AB 上、BC 上、AC 上，我们假设有 A 个、B 个、C 个点，那么我们也就是 A 加 B 加 C 为偶。然后我们简单的预设一下初始值。我们假设 A 在左圆来看，它上面标的是-1的 x 次方。在右边的这个圆上来看 ，A 这个点标的是-1的 y 次方。然后 B 这个点在下方这个圆上，它看作是-1的 z 次方，可以吧？好，那么于是 A 上面的标数和就是-1的 x 次方加-1的 y 次方。然后 B 上面标的呢，那么它是-1的 z 次方和这上面是-1的 y 加 c 加1次方。然后 C 上面标的这个数的和呢是-1的 x 加 b 加1次方加上-1的 z 加 a 加1次方。好，然后所谓是绿点，就是前后这两个数的奇偶性不同，就是一奇一有。我们注意 x 加 y 加上 y 加 c 加1加上 z 加上 x 加 b 加1再加上 z 加 a 加1，它是2倍的 x 加 y 加 z 加上 a 加 b 加 c 加3，这是一个奇数。它是一个奇数，所以上面的这一对一对的，它是-1的奇数次方加-1的偶数次方这样的对，要么有1对，要么有3对，对吧？因为-1的奇次方加-1的奇次方，奇或者是偶加起来都是偶数，故 ABC 中为-1的奇数次方加-1的偶数次方结构的数，结构者有1对或3对。
很简单的一个小引理啊，有这3个引理就可以计数了。好，回到原题啊。我们设某个圆上有 2k 个绿点，因为你现在已经知道在一个圆上的绿点是成对出现的，所以一定是个偶数。假定它有 2k 个绿点。好，那么原图中它有 n 个圆，有2倍的 CN2 等于 n 乘 n 减1个焦点，然后每个焦点都是4度，对吧？2个圆的焦点嘛，它会形成4条连线，向外的连线，然后形成一张图。然后于是焦点间有2倍的 n 乘 n 减1条连线，从而划分平面为n 乘 n 减1个焦点，2倍的 n 乘 n 减1条连线，所以它会划分出 n 乘 n 减1加2个区域。好，若每个区域都有非绿点，均有非绿点。好了，注意引理2，引理2怎么说的？每个区域的边界和都为0，绿点总是0，所以大黄和大蓝的数量是一样的。对于每一个封闭区域，封闭最小区域，大黄和大蓝的数量是一样的。有引理2，每个区域边界有大于等于2个非绿点，那么从而，然后每一个点会出现在4个区域的边界上，从而有大于等于 n 乘 n 减1加2乘以2再除以4，每个区域有2个非绿点，每个非绿点会出现在至少4个区域，所以就是等于2乘 n 减2分之 n 乘 n 减1加1个非绿点，所以绿点总数小于等于2分之 n 乘 n 减1加1减1。后面就是无聊的计算了，然后我们再把那个圆拖出来。好，对这个圆上有 2k 个绿点，注意这 2k 个绿点是两两成对的。对这 2k 个点所属的 k 个圆。好，然后你注意，如果在这个图中 A、B、C、D 都是绿点，那么 AB 所在的圆和 CD 所在的圆形成的这个焦点一定是个绿点，因为这个小区域里面应该有这个小区域的这3个点应该有一个或3个绿点，对不对？这个小区域同样，所以这是个绿点。然后需要注意的是，外面还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也必然是个绿点。实际上就是与这个基圆相交为绿点的2个圆的焦点还是绿点。有引理3，它们的两两交也为绿点。这就是与这个圆相交为绿点的圆两两相交是绿点。
然后对余下的这个圆上会有2倍的 n 减1个焦点，那么余下的2倍的 n 减1减 k 个焦点所属的 n 减1减 k 个圆，就是那一堆非绿点所形成的圆。好，同样的你可以看出来，它们两的焦点也必须是绿点。由引力3，它们的两焦点也是绿点。实际上你可以进一步再看，与这个圆焦点为绿点的圆和与这个圆焦点为非绿点的圆的焦点一定是非绿点，所以实际上这里是严格的把绿点总数算出来了，实际上是严格算出来了啊。于是绿点数至少有 2k， 这个圆上有 2k 个，然后这些圆两形成2个绿点焦点，所以是加2倍的 ck2 加2倍的 cn 减1减 k 2个，所以 2k 加上2倍的 ck2 加上2倍的 cn 减1减 k 2是小于等于2分之 n 乘 n 减1减1的。好，这就是计算题了。这个计算题好像算起来还挺麻烦的，所以把它整理一下，是 2k 加上 k 方减 k 加上 n 减1减 k 和 n 减2减 k， 所以是 k 方减去 2n 减3倍的 k， 然后加上 n 方减 3n 加2，然后小于等于2分之 n 方减 n 减去1。整理一下，整体放大2倍吧，所以 4k 方，然后减去2倍的 2n 减1倍的 k， 然后加上这个 2n 方减 6n 加4小于等于 n 方减 n 减2，对吧？然后这是一个明显的2倍，所以就等价于 k 减去2分之 2n 减1的平方。算起来好烦啊。然后是2k， 对，你这应该凑一个 2k 减2分之 2n 减1。然后加上一个4分之不对，应该要减去这玩意儿，加上 2n 方减 6n 加4减去4分之 4n 方减 4n 加1小于等于 n 方减 n 减2，没好算到哪儿去，真恶心。然后这个是这边是 n 方减 n，n 方减 n 这边挪过去，所以是小于等于4n， 然后这是减6加4分之1，所以是减5又4分之3。对，算算啊，对，4n 减5又4分之3，所以 k 就 2k 就不超过2分之 2n 减1，加上根号 4n 减5又4分之3。这样，
然后其实可以更精细化，因为它是整数嘛，对不对？还得追加，还可以追加一些限制，但是对付原体已经够了，把数丢进去就行了。行，那写下去就放学了。下次讲几何啊？